大家带来的作品也有一个主题，叫做相悦相拥。我们的甜的部分选用了粤式风味的古老肉，搭配最时令的水果荔枝，给大家带来一个甜蜜清新的感觉。哇，我吃到古老肉了，古老肉好脆，有分寸，这有恰到好处。哦，古老肉很不错。它一下咬下去，而且不会太沉。哇塞！天哪，那个古老肉，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就吃到太牛的古老肉，太好吃了。而我们的辣的主题用香菜的3种辣椒，跟五花肉和精肉进行炒制而成。哇，够辣！不吃完啊？吃，要这个吗？谢谢老师。甜和辣综合的很好，明显表现的明显，明显。非常好。另外旁边配了一个辅助的小跳水泡菜，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个美好的感觉。就炸的刚刚好。对，它这个外表好脆哦，很脆，还得是辣椒炒的。上微博进入不是点头呢？看没有？表情说好吃。古老肉好好吃，古老肉好吃。我赢了，一起聚集，所以呢，我相信我们的味道一定是可以把对方打败的。对。新厨团队的菜品品尝完毕，接下来请素厨团队介绍菜品。我们这道菜分成了2个部分，甜是温和的，是高级的；辣也是慢慢的有层次的，体现在一个拌饭里面，是有蔬菜的鲜甜，米饭的底味，最后能吃到猪肉甜辣的口感。这个对我来说肯定是我首选，这里分量大。然后我的甜点部分的话，我们用了一个中式姜撞奶的一个 idea， 里面是用豆乳作为一个基础，我们把豆腐打碎，然后重新凝结，但是里面用了新鲜的姜汁，带出那种辛辣的口感。我感觉不如广东辣呀。它猪颈肉好好吃，你吃了吗？这个超级好吃，甜品很好吃。我想放在最后尝，因为我对这个抱有很大期望。甜品我觉得挺好吃的。真的吗？你爱吃哪个？拌还是比较符合我的碳水味儿。这个我有点期待了，先吃原味。这大叉烧。上微博参与“食神百出大战”观后感话题讨论，与博主及微博网友一起分享你的观点。叉烧没有想象中的嫩。我就怕我别的都不怕，就怕那个叉烧会不会有点咸？对，单独吃肉可能会有点咸。其实还好你感觉怎么样？哇，我觉得好像还是这个古老肉是最好吃的。我也是。然后叉烧呢，它那个黑的部分还是有点苦。外皮外我吃了，因为我专门吃了一口肥肉，那个肥肉上带黑的，还是有点苦。其实看评审吃的状态就知道了，一个类似于叉烧的烤肉，因为它那样做出来的烤肉，它那个肉一定会偏硬一些的，入口不够软滑的。它是一种新式的烤肉方式烤的，你看它里面基本上还没刚刚断生，或者还没完全断生。拌饭感觉不会带出那个甜跟辣。Not much spicy in this dish. You have to put the sauce inside. Otherwise, it's not that flavor. 它要不然这样。This is bibimbap, so you have to add the sauce. 对。但是这个酱涮不涮，它浇进去它就是完美的。我当它是浇了以后，它就有这种辣味。那如果我不浇的话，它就是个普通的饭，也没有甜也没有辣。对啊，就是这个。对，但是，
吃啊。它算起来还算好吃啊。好，我吃的可以啊。OK，it's OK。吃的谁的？吃的他们的大块肉。没事，不重要的，不论结果怎么样，坦然接受就好，对不对？哇，吃的好满足，吃的好幸福。我看饭结束了。啊，想睡觉了，吃饱了。所有菜品品尝完毕，请66位评审在星宿2个队伍中选出你心中更美味以及更好表达甜辣主题的菜品。每位评审仅有1票投票权，不可重复投票。你觉得那个甜点其实应该很好吃？我也觉得那个甜点应该很好吃，必须很好吃。我自己尝过，来不及让你们尝。我们的拌饭也好，我们的甜点也好，完全就抓住了这些年轻客户群体。然后就是我们想法比较创新，整体的设计我们的肯定比他们强。然后我认为我们这面做的菜，星厨做的菜一定是比对方要好吃的。所以我就说我们在口味上取胜啊。其实呢，今天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胜算都挺大的，我们挺有信心的。预猜我们46比20干掉他们。投票结束。耶！现在将公布3位专业评审的投票结果。1比2。哇哦！哇哦！首先，素厨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经验。那尤其是这个甜品呢，他们用姜来代替辣椒辣味，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。它是用姜撞奶的形式去表现这个豆腐奶昔的话呢，是更高级，味道更香。All right, the char siu, I tell you, it's one of the best char siu I ever had. Whoa! I'm gonna ask you for the recipe. So, it's a superior, it's a very good dish, it's an excellent dish. So I think it provides a nice balance after the bibimbap. You eat the dessert to cool yourself, okay, or to provide something that is sweet and luxuriant. 那么素厨的创意呢，动了很多脑筋。那么新厨呢，就是很直接，就是我们做下饭的菜，好吃的菜。古老肉今天做的特别棒，炸的非常的酥脆酥香，层次感很强。不是我们所有的这番茄酱啊，什么糖醋味啊，它把这个果香的味道啊也融进去了，是很成功的一道菜。它还有一个出彩的就是泡菜，但是做的非常脆，辣味和酸味都已经够了，主题扣得更紧一些。最终呢，我投给的呢是新厨。Yes. It's okay. It's okay. We just get over it.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tastes. 接下来将公布3位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。心跳得太快。你觉得投哪边的多？反正只要呈现的最好的状态出来。我感觉会投我们多一些，毕竟我们的古老肉很多人喜欢的。3位大众评审的结果是3比0。Yes. 当前比分是4比2。这个。两组辛苦了。然后在新竹这里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比较精致。那个辣炒猪肉嘛，我觉得我第一口吃的时候觉得，是在体验它到底有多辣，结果辣味就上来了。第二口在吃的时候，我觉得原来里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口感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。那叉烧呢，我觉得在我这里啦，可惜一点。对，我是吃完了，对，我是吃完了，对。饿了。叉烧在我这里，我个人的感觉是，反而比较可惜了。素厨这里的其实也不错，那可惜的是，可能是叉烧的部位
稍显没那么我吃过的叉烧里面不是最顶的，所以在那样期待的状况之下，可能是有一点小失望。然后加上那个拌饭可能就比较家常，所以可能在精致上没有吃到我对他们的期望，所以也不是不好吃，只是说可能两边比起来的话，我会投给新厨。对。我觉得你的这个叉烧的部分肯定跟我的部分刚好不太一样，就你肯定是就是边了一点，我这个就觉得特别的嫩，一份里面有4块。哎，你把这块也吃了，这块特好，反倒是这个米饭，我为什么刚才看到那个小鱼去哪里了？我找不到了呢。那个成了碎在那个饭了里面，变酱了是吗？不是，在饭切成小块在饭里面，饭的表层。没吃到呀。就你看，我拿个勺挑半天在找那个，我很想感受一下那个口感，但是好像真的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找到，有点可惜。就说到新厨这边了。过去我在菜单里面看到咕老肉，我是不太会去点的。但是我今天吃到这道菜，我觉得我应该吃到的是顶峰的天花板。原来咕老肉能好吃到这个地步，太好吃了！它的酱汁那个甜，就酸甜口调的是刚刚好，它一咬下去呢，完全不粘牙。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要吃咕老肉了。俗话说众口难调，我觉得平衡每一个人味蕾的这个平衡点真的很难。但是最好吃的东西大家都是有共识的。我们刚才一边在吃咕老肉的时候，一边大家都在说哦，这个咕老肉太好吃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非常惊艳的一道菜品，点赞。It's okay. One more to go. 现在将公布60位大众食客的投票结果。但大众食客肯定是好吃为主。对啊，这个压力有点大了。对，大众评委的话，感觉喜欢我们菜的人多一点。And then I started looking at public judges or audience tasting our food, and they're keep nodding after they taste the char siu. They keep nodding after tasting a dessert. And that's when I knew we were gonna win. 我们当然是认为是胜算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几个人呢都是其实特色鲜明，做的一些都是很不错的。因为我们的菜的味道都很好，整个搭配就是有主食、有肉、有甜的、有辣的，最后有清口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胜算会大一些。30位辣口食客的投票结果是12比18。哇！当前比分是16比20。Calm down。啊！哇，微微的差距。为什么？感觉还是不够辣。可吧，我一直都说不够辣。确实，第一轮小手做出来，我们觉得辣度是偏低的，没有多少辣味。有可能他们更喜欢辣，也不太喜欢甜。没有辣味，我就希望就是能吃到一点不同层次的辣，但是没吃到。它是一个比较柴的一个口感，偏向于家常一些，其他地方或者餐厅里也能点到。现在将公布最后30位甜口食客的投票结果。我们看到所有的客人热餐食吃完的时候，拿起那一小碗我做的豆乳姜撞奶，非常满足的一口一口的送进嘴里，我觉得我的心里就很踏实。第一轮其实几个评审给的是我们票数多的，公布辣分数就比他们低了，所以到公布甜的时候内心其实是蛮那个忐忑的。如果这轮再比他们低，我们就输掉了。这边我们赢面超大的。30位甜口食客的投票结果是紧张了6比24，最终比分22比44。哇！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奇怪呀？对呀。啊 Good job, bro！ 差这么多吗？哇，差这么多啊！
鸡胸肉。加油！加油！120分钟倒计时，计时开始。走。大家好，我是意式大拿。我这次想做一个中西融合的这么一个菜。首先，我用了云南当季的美味牛肝筋搭配鸡胸肉做馅，同时还借用了灌汤包的技法，加入了鸡胸肉做成了肉冻，不像意大利的饺子那个口感那么的干。另外搭配一个炸鸡胸肉，加入一些意大利香料。最后用一个五指毛桃清鸡汤来清口，用3种不同的层次来表达鸡胸肉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今天准备的是鸡胸肉。对，鸡胸肉。那鸡胸肉，一般我觉得是健身的人才会吃的东西。对，我喜欢吃鸡腿肉，因为有些鸡胸肉会特别柴。对，但是我们做慕斯的话就不会有柴那个口感，因为我们就把那个口感打烂了嘛。慕斯鸡胸肉。了解。整体来讲，西餐看起来比较忙，是比較多東西要做。我師傅好輕鬆啊，飲翻2杯潮州茶啫。喂，有冇攞啲上嚟？又喝了，先不先来给自己泡杯茶？太淡定。我这次呢，想要有所突破，通过我的构思结合潮州的一些在地食材，推出一道让大家都能够记住的鸡胸肉。我这次带来的2道菜品呢，一道是潮汕功夫双井的鸡茸，一个是清口的老山黄茶。到这个鸡胸肉这个食材的时候，其实脑海中呢就很快浮现了一道潮州的老菜复活菜，就是太极鸡茸蔬菜羹。潮汕菜那种特点，一个白一个绿这个基调我是当时有定的。白色的部分呢，主要呢它是有剁碎的鸡胸肉，还有蛋清、蔬菜汁。我会在砧板上铺上一块鸡皮，在上面去剁。你看古老师他已经把鸡皮拿来剁这个肉了，这是很传统的方法了。一来呢防止砧板的异味，二来呢也能让这个鸡茸增加点鸡肉油脂的香味。鸡茸要把它做得非常细腻，正常是边剁需要边剔除筋膜。再来就是蛋泡芙。你待会儿他肯定还要打这个蛋清在里面，他要用那个打蛋器来打发它，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，吃起来更有这种空气的这种轻盈感在里面。用4根筷子去打了。他得打发，不是有打蛋器吗？他没用。要打发一点。传统仪式感。但是他打的还蛮绵的。有看到。传统就是用筷子打的。来了，要打到筷子能立起来。太秀了！哇，古叔这个帅哦！厉害！哇！古显这呢？哇，很久没有看过人用这个枪。用这个枪来称重。对啊，我们都现在不用了。它称什么呀？盐糖。对。主要这个炒这个鸡胸肉，就是你的汤也好，水也好，跟那个粉，还有蛋清，还有鸡茸的比例这个要掌握恰到好处，要不然口感就没那么绵滑了、软滑了。另外呢，我还用到了另一道潮州老菜川椒鸡球的椒麻味型，我会将蔬菜汁
跟一个椒麻去做个结合，让它吃起来更有层次感。啊，它里头还有颗绿的。哎，这是做的原因哦，还。好，来了，开始了，是绿色的，真的是。开始了，精彩的部分开始了，我们就等着它做。对，先看一下它炒怎么炒的。哦，这锅要制的够好够滑，才不会粘。哦，所以就是炒制非常见功夫。还有就是川菜的炒鸡烙的一些方法，做了个全新的结合。它的火候非常重要，你不能炒上色，但是又要把它炒熟，就跟炒这个水牛奶一样的感觉。要保证它的嫩啊。这个菜因为工序繁琐，耗费时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了嘛。这个菜几乎失传了嘛，所以说古师傅还是很有水平的。这个不赢天理难容啊！在摆盘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按铃啊，按铃啊！时间到。现在，请各位主厨前往评审区。这个感觉没什么悬念。现在，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。哇哦！他应该猜不到那里面是什么了。哇，这个味道是很奇怪。是什么汁？黄酒香菇鸡肉千层。只有一个黄酒汁，但他应该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。他们是只能读懂我们的表情是吗？对，听不出来声音。我可以笑着说，是吧？很柴，很柴。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。哇，这个饺子做的好看哦，这还是漂亮。意大利菜的。意大利菜。OK， 咱们这蘸多了汁，我觉得 OK。它的酱汁还不错。好吃。OK，nice， 点头了。nice， 就笑了。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。哇，漂亮哦！潮汕功夫双锦鸡茸，迫不及待了啊！大杯加小杯。哇，漂亮哦！哇塞！哇！因为2道菜的创意本身就来源于潮州老菜。我一天在喝功夫茶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能不能用我现在这个泡茶的盖碗去做一个呈现？吃的时候呢，一层一层可以往下吃，能够吃到不一样的口感跟味道，也是不断的有惊喜在里面。哦，这个，哇，汁出来了，好鲜。哇，入口即化。很丝滑，很嫩滑，那个氨基酸特别浓，形状像芙蓉一样。那种油脂啊，很滑，那个蓬松感都在。Very soft and fluffy. 这个茶做的很清澈，很纯正，很干净。这个就非常潮州菜的一个搭配，给一个好吃的菜，
然后用一杯老香黄的茶给你漱口，这是非常高级的一件事情。所有菜品品尝完毕，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。投票结束。还是挺紧张的，说实话。投票结果已出，本组主厨选择的是大众评审间，未被选择的专业评审。本组对决的结果是3-0。恭喜古镇海获得3分，请前往大众评审间揭晓最终结果。欢迎各位老师好。本组星宿对决的最终结果，我们要恭喜的是古镇海3-0。谢谢。说明好东西就是好东西。我告诉你，这是降维打击了，技术难度太高了，那个是完全是技术难度，不在一个层面上。口感、味觉、美食的这种愉悦感，不管是大众评委还是专业评委，还是普通消费者，其实都能够切得出来。加蛋清到底加多少，水加多少，它既能成型又有口感，它的技术难度是相当大的。古镇海老师，您的这道很惊喜的一道菜，没有想到会用这种鸡胸肉打出双色的这种鸡蓉，很松软，很好吃，口感很丰富，还能再挖出宝贝的感觉。这个我吃下来嘛，感觉这很清爽。然后配到这么一杯茶，我觉得有点挺舒服的。3星无名者一时大拿，遗憾淘汰，赛程止步于此。恭喜恭喜恭喜！你真是不止镇海，还镇百出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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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厉害厉害呀！这个镇山镇海果然是不同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厉害厉害呀！节目联合微博综艺发起跟着百出大战修炼饭连根互动活动，即日起上微博带话题跟着百出大战修炼饭连根发文节目厨师，向大厨请教做菜技巧、美食妙招，有机会解锁厨师线上教学互动、节目周边、优酷会员卡等多重福利。第2赛段，鸡与鸡之战，10组对决全部结束。目前晋级主厨为12人，踢馆主厨1人，踢馆主厨的团队尚未确认。请踢馆主厨选择想要加入的团队。我感觉他应该会来我们这一边。他那么强大，选这个东西他肯定要选有挑战性的。我会加入宿主。新主其实7个人嘛，然后你还要过去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子比我输还要掉脸。欢迎欢迎。现在仍有3个晋级席位空缺，开启补位晋级环节。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三个名额。有机会的话，还是想往后面走一走的。接下来将公布本轮终极补位名单。因为我们今天要选的人，我们觉得你一直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创意，呈现这些不一样的一些料理。要选出的人就是陈小刚。今天真的是非常多的高手，输掉的人也不代表他做的不好。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创新、应变能力，在后面的表现的期待。我没想到会是我呀，但他们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的话，那得好好
报答他们这个机会，那后面的得各拿出点实力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个复活的名额，这个名额是厨艺八达通。Thank you. As soon as I heard that, like literally, I try to stand out with looking confident and pretend I'm okay, but inside I was literally shaking. I could feel my legs are shaking, my heart were pounding. 现在保卫成功的是一位基本功非常扎实，而且很有创意的一位新厨。他在今天的表现当中也非常的优秀。新厨董玉正。Chef Dong is a very talented chef, and he still has a lot to show us. I think we all learn by our failures. I really want to see, and I'm going to be especially observing these 3 chefs that will save. 我说啊，不会吧？其实心态也没有什么特别变化吧。我说那就继续上呗。跑回来了，董师傅，来，漂亮！哎呀，老师傅，继续并肩作战，恭喜恭喜！15位晋级主厨正式集结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将迎来更加残酷的团队战争。在未来携手团队作战的过程当中，你是否能成为他们最坚实的队友？请拿出你们最好的默契，下个赛段赛场见。大家好，我係 Terry， 今日教大家整一道柱侯排骨醬炆牛面夾肉。成道菜膠原豐富，低脂又唔膩。肉洗乾淨咗之後，去咗啲血水，加咗啲鹽同埋黑胡椒，攞去醃，用中細火煎到金黃，再將佢換煲。煲入邊嘅油，我哋再將佢爆香，有啲配菜去。牛面夾佢好吸汁嘅，如果個味道調得唔準嘅話咧，就好難去處理。所以我用咗美錦記嘅柱侯醬同埋排骨醬。用柱侯醬嘅醬香嚟做主導，排骨醬嘅甜酸嚟做翻個輔助，層次先會更加好。咁慢慢燴，咁先會熬翻多一啲焦糖化嘅香味喺度。咁然之後再襯翻柱侯醬特有嘅發酵嘅豆香，再加入紅酒，就可以融合多重嘅香氣啦。我哋中慢火去燴好，我哋撈翻出個牛面夾肉，搭配翻配菜去做翻個擺盤。呢度柱侯排骨醬炆牛面夾肉就完成㗎啦。入口嫩滑多汁，大家不妨試下。